转眼间已经6月份了，从我离开美国开始，我的旅居生活已经有4个月了。那由标题所见，这次我来到了韩国，一共待了5天。那我是从上海飞韩国，只需要2个小时不到就能抵达目的地了。这次的旅行呢，主要就是个放松，看到什么有趣的我才会拿起手机来录。所以这条 vlog 呢，我会采取 voice over 的方式。当我每次到达一个全新国家时，总会被扑面而来那完全看不懂又陌生的语言文字，搞得就像个无助的小孩一样东张西望，什么都看不懂。在做攻略的时候呢，我发现韩国的酒店一晚价格真的是太贵了。看了一圈以后，果断选择了住民宿。有一说一啊，这次选择民宿的环境和设施非常的新，冰箱呢也是给我们备了满满的饮料和零食。那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呢，就是没有大件的浴巾，只有小浴巾，导致我遇到洗头的时候呢，就得用到2到3条的小浴巾。抵达韩国的第一天晚上呢，就去了明洞小吃街。这里呢，就跟其他国家的小吃街长得都差不多，人车混合导致交通堵塞。另外，说实话，我是有点失望的。虽然我知道像这些地方呢就是坑游客，但真没想到明洞的物价如此高，1根玉米20，一小碗的炸酱面就要50，而且还不怎么好吃。最后不死心的我们还去了一家烤肉店，最后还吃了10碗。离开前呢，我和伙伴们都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，明洞这个地方啊，绝对不会再来第2次了。一说到韩国，我只能想到这2件事，就是做医美和追星。我对这2件事呢是完全无感。要说逛街买东西的话呢，也没有像别人一样疯狂购物，到最后连一个行李箱都不够装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我在机场里看到每个人手上都拎着好几袋的 Olive Young 买来的东西。当然了，每个人对旅游的定义都不一样嘛。就像我这次还去了那个最有名的北村韩屋，看着各个旅客都穿着韩服排队拍照。对于大部分爱拍照想要纪念的游客们来说，这是能让他们旅游很开心的事情。购物买到自己喜欢并且划算的护肤品、化妆品、服饰类也能让他们开心。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也旅游过10几个国家以上了，走了大大小小不同的城市。那我和别的旅客们不一样，购物、逛街、打卡、拍照已经不是我在旅游中唯一的乐趣。在韩国的第3天，我早早的起床后，为了不打扰还在熟睡的朋友们，一个人走了接近2个小时的路，中途遇到绕路的情况，差点还走进了一个死循环。越在这个时候呢，我越要告诉自己冷静下来，先观察周围的环境，才能找到出路。我时常会佩服自己的胆大，因为在陌生的国家里，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，居然还敢一个人出来走。我相信大部分不敢一个人出来旅游的其中原因就是害怕，比如害怕孤独，害怕环境带来的不安全感，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应付突发状况，害怕公共场合里自己尴尬的表现。说实话，我也和你们一样啊，我会害怕因为交通卡上没有足够的余额搭乘地铁，会害怕在路边打车还要等15分钟才能等到一辆，害怕回不了家。除了刚刚提到我不懂路遇上了死循环以外呢，因为我看不懂陌生的语言，在这里当然指的就是韩文啦。在吃和交通上呢，增加了一定的困难性。部分的店面呢和地标更是没有英文或者是中文翻译，因此导致我在打 Uber 回家的路上输入了错误的地址。那由于我焦虑的心理上来了，所以不停地查看手机的导航，发现是错误的方向，最后才能及时止损。在韩国的第4和第5天呢，没有像刚来的前2天那样想要到处往外跑，在景点和其他游客们人挤人，
这2天呢，更是想要慢下来，坐在咖啡店里面，一边忙着剪视频和准备视频文稿，一边看着人来人往的行人和车，耳边传来了咖啡豆的声音，以及韩国人讲话的声音。那这次呢，就是我韩国之旅啦。视频就到这儿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喽。